各位朋友们好，今天呢，我們嘗試一下只是語音的直播聊天，主要就是青年人對於這個人生的這個方向還有做人做事的動力就是好像就都失去了。那今天有坤提，有覺真，有妙谦三位師姐呢，我們一起來聊這件事兒我們這封信來自網友小琪，小琪說：“師父好，我叫小琪今年24歲。那今年8月份呢，我就大學畢業了。但是到如今我都找不到自己的人生方向和出路。我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自己適合做什麼工作，我甚至不知道我人生的價值在哪裡。我看到同齡人一個個找到自己的出路，真的很羨慕。我想考研，但是我又不知道該考什麼學校、什麼專業。想工作，但是我又不知道我適合幹什麼工作，才能發揮自己的長處。我感覺自己還是挺聰明的，可是在考試或者是正事上面根本就沒有什麼運氣。平常的一些小事上倒是有運氣，正經事就不行了。在12歲那年，爸爸出車禍去世了。此後我受到了很大的打擊，一度放棄了自己。我的媽媽那時候為了養活我和妹妹，就去外地打工，沒有很多時間陪伴我們。那時候我的生活是最黑暗的。大概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腦子感覺學什麼好像都學不進去，很奇怪，就好像是不靈光了。我們家裡不是很富有，我也沒有像別人那樣優秀。可是我不知道未來我能做什麼，怎樣才能有很多的錢，讓愛我的人能夠享福？怎麼才能體現我自己的價值？希望師父能給我指條路，感恩師父。24歲的這個大學畢業生，我聽起來也是挺同情的就是說大學一畢業，然後找不到自己的出路，不知道自己到底適合做什麼，而且呢，自己的人生目標、自己的價值觀到底是怎麼樣才能體現出來這個時候真的心裡非常的苦悶而且像這種孩子還很多，他並沒有想躺平，他還要去考研他還想讓他愛的人去享福，還想去掙錢，只是他不知道他將來到底做什麼，怎麼才能體現自己的價值。我覺得他這個是一個自己對自己的一個反思和定位的一個過程。其實我是覺得年輕人有這樣的一個過程呢，是很好的，也是應該的，因為他要找到自己的方向嘛。反而我記得像我這一代人大學畢業的時候，或者還有一些朋友都沒有上過大學他也不去問這些問題，第一想的就是掙錢，首先養活自己，可能到了後來才會問我到底人生的意義是什麼，我要做什麼的行業才體現我的價值。這個也許是人生中段或者後半段再去問的。對，我在看那個現在就是小琪這個對，就年輕一點的這個大學生我看他的家境不怎麼樣。是，他父母離婚了嘛，就是他父親去世嘛，对去世了去世了，对，車禍去世。对，那对他媽呢，為了養活他和妹妹，就說明媽媽生了姐妹倆嘛是，為了養活這個姐妹呢，還去外地打工。對，也就是說，他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富有的家庭，不是，對不对？所以不是在那種糖水裡泡大的人。對，所以說這個孩子來說，就這種非常非常普通的就是經濟狀況這種情況非常普通的一個家庭的話，他是沒有躺平的資格的呀。對，他並沒有想躺平，他就是在找我到底要做什麼，就是發懵，找不到方向。這個師父我們回想一下，可能我們從小學就從幼兒園到小學到中學，從小其實都會，大人都會問家長也好，老師也好，說你長大了想做什麼呀？就是人生理想這個事兒可能從小都會問。
那有的什麼當科學家了，有的當大老闆吶，有的當老師啊甚至有的小女孩說我以後就想當個媽媽啊，就各種都會有。而且這種理想是隨着她年齡的增長會變化的，隨着自己的閱歷跟成熟度也會變化的哈。就是這個小琪呢，我相信她小的時候可能也有理想自己的這個夢想哈，就是她到現在面臨擇業的時候或者面臨是不是我還繼續去考研的時候，反而失去了这個理想，是不是在她受教育的這個過程之中，她丟掉了這個理想的教育，還是師父這個能分析一下這個病因出在哪兒嗎？咱們就慢慢播唄。是哈。我覺得他在应该在大學之前，就像孩子天真的哈，比如說我想做個老師啊，我想做個軍人啊，或警察呀、律師啊什麼之類的哈。應該說每個孩子都有這種非常天真的那個夢想，就曾經有過，肯定曾經有過。比如說想當老師啊，那麼到他要畢業了，這時候懵了。我猜出來有一個原因哈，是他在學校的時候，他接觸的，比如說好朋友之間都发懵。都发懵的原因呢，比如說有的，就今天講就是他的更高兩級的同學和學同樣科目的孩子，說畢業3年還沒找到他的本行業工作。那麼這個消息傳遞的多了之後，他開始否定自己，說那我選錯了。那這個科目你不總是來回亂跳啊，比如你學習編程的吧，你不能總在改啊，是吧？你也想當老師吧，都不能說當會計啊，你不能總改。所以他一邊聽着這些負面的消息，就一邊開始否定自己的那個原來的人生目標。說到要畢業的時候呢，前頭光聽的是壞消息了，沒有幾個能做了自己的專業，沒有幾個人實現了自己看似非常天真的那個夢想。他感覺說我過去的人生目標就是夢想，甚至是妄想、幻想，根本就實現不了。前头那幾個大哥大姐都證實了這一點，所以咱也實現不了，是吧？今天是找工作這個事兒來說，就是狼多肉少，就工作職務少，但是來競爭的人多，所以你的夢想根本就是胡想，就是根本實現不了。我覺得他在這1-2年當中，他確定了這個概念。其實難道大學生都是這樣嗎？那有沒有看看10年的呢？那麼10年的從他學校畢業的大學生和他之間沒有任何的交往交集，他了解的都是和他類似於同齡的，或者略大1-2歲的。當然你一事無成啊，你們都是大學生或者剛剛出來的人，怎麼會能有成就呢？對不对？但他有這個以為就涵蓋了他下半生，說未來就這樣，肯定是漂泊，所以乾脆就是說我失去我的夢想吧。我讓自己隨意飄了，我沒有夢想，等我選擇職業的時候是不是方便一些啊？其實不是那所以的話他是被嚇的。還有所謂的就是人以群分物以類聚，是吧？如果你的交的同學能量強一些，那麼事業心抱負心更顯得更狂野一些，對不对？所以你現在是叫立志的时候，而你定下志向找方向的时候，就覺得我等的就像我現在就在憋足了馬力一樣就像賽跑，我聽到從我畢業的時候哐一下響了，我開始往前衝他沒有，他聽怕了那個消息，說前頭那幾個腿都拐了，我們還跑什麼呀？我們接下來也是腿拐了，他就發懵了。對，乾脆就懵了，我還往哪跑呀？還有同學呢，就是說你看他們因為就是叫獵奇性的消息獵奇性的看似不是那麼正經的一個消息，就是容易傳播就是說我們拼命努力根本實現不了理想，你拼了半天還不如有個好爸爸，對不对？你拼半天就像姑娘找对象一樣，說我現在是嫁給一個有錢人呢，直接有錢的一個孩子呢，還是嫁給一個白板啥都沒有，一起共同努力，
共同努力打拼的結果，20年之後有的不一定能成就，对不对？像有些大学老師一樣，我拼命的读書，我拼命的教學生，但是你看我45歲已經正教授了，对不對？我拼出來了。但是還有很多說，哎，拼得吐了血了，得了癌症了，說也連個副教授都沒評上，是吧？1萬塊錢都沒存下，等等的。其實這種看似於如果用最終的你追求的那個成就點的話來進行衡量一生的話呢，那可能多數人並沒有實現自己期望的那個東西，對吧？比如說我要做生意，我成就，我到我30歲我要掙到300萬，是吧？我要40歲我至少掙到1000萬，這件事兒真的不一定也許你到那時候你已經宣布破產了，也許曾經挣到過，後面又破產了。对，還有呢，說啥都没破，别人把自己弄監獄去了，也都有。所以就是說，曾經我們這個曾設下的所謂人生目標這個方向，那麼就是你這個拿這個誰小齊這個來說他就是他的朋友圈得到的都是負面的，看似輸了的和失敗的消息。那這樣的話呢，就是還未開戰，還沒有出來找工作，已經服軟了，腿就哆嗦了，說什麼夢想都是胡扯。就現在感覺自己挺可憐的，我可怎麼辦？我要往哪飄？他對自己的描述就是值得研究，就是但是他自己覺得呢，就是重要的事兒都不太怎麼樣，就不重要的事儿还都可以，就說明不是個死傻子吧。所以如果咱還有一種狀況就是咱確實智商真有問題，這個是另當別論另外一種考慮人生也是有機會的，就是說笨人選擇笨人的職業也有職業，是吧？聰明人選擇聰明的職業，就看你是真聰明假聰明，對不对？還有很多呢智慧聰明的潛力股，說現在不聰明，是一邊工作就變聰明了，就邊做邊學嘛，所以感覺自己不太機靈。所以你感觉自己所謂的不是那麼機靈但並不代表缺乏智慧其實什麼是智慧呢？我說最笨的，我覺得最笨的智慧就是王八吃秤砣，就铁了心我就幹這件事兒反而容易成功。另一種狀態呢，不容易成功的叫隨波逐流，隨時就改像我們在青年營遇到新加坡一個小青年，是吧？說你的理想是啥？他說我要做歌星。我們呢用心理學就開始贬他，我們好幾個人贬了他，說你那個聲音我估計在街上自彈自唱，你一天都要不到1塊錢。他覺得大家否定他的時候，不行，我幹別的。這麼快就改主意？他立刻就改了。其實我们說他的就是10分鐘，他就改了自己的人生目標。那因此呢，他呢就不容易，至少所期望的那個方向上，他就不容易成功。因為就是當你自己去認可自己的未來一個夢想的時候如果你爸不是個超級大老闆，我告訴你，來進行評論你的說的反而都是實話。但是這些實話是叫你眼前的狀態。比如說咱爹就是個普通窮人，一個工人，對不對？你不是大老闆，咱爹是這麼一個土包子，對不對？那咱就是說將來我做大老闆，我會買個100層大樓，我開世界上最貴的車。那幫人說痴心妄想，還你想錢想瘋了，對不对？大家都會貶他，对不對？但是哪個人掙了大錢的人沒想過做大老闆呢？你追求錢你才去做老闆的嘛，最後別人都死了就你活了，最後你就賺錢了，對不對？自己賺錢成為老闆的人呢，是他有這樣的一個夢想，無論小老闆還是大老闆，對不對？然後比如說我擺個攤兒前頭遇上個青年人說你想幹嘛？說我要做老闆，在網上賣東西賣的不怎麼樣，對不對？做老闆怎麼着都是做老闆。我說絕對可以。其實做一個小老闆不是特別難，比如說擺個地攤兒，對不對？沒人領導你，只有自己領導自己，那不就老闆嗎？對不對？擺攤兒不管賣東西還是賣食物，對不對？如果你的營收還不錯的時候，
又忙不過來，顧客比較多，你是不是就開始雇个帮手了？那所以这个老板呢也没有多难当，就看你能不能吃得了那份苦，对不对？但是老板的弱点在哪里呢？就是你要自己去投资啊，你投的资到底能不能这个回了本儿，就是本钱在3年5年能不能回来，对不对？那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可能吆喝了3年到10年，甚至本钱都收不回来，但是你的雇员哪个月不拿工资呢？所以咱打工的人哈，发不了大财，但是我们打工，老板每个月必須得發錢，這是一定的。除非有些特別大的公司哈，臨時有財務緊張哈，留了3個月、半年，但之後人還給你加發工資，這都是遇到過的，都有。但是多數的來說，打工的人沒有更多的風險，因為你沒有投資嘛，就是你只管去工作就好了啊，認真工作，老板還是賞識給你錢花的，是吧？所以沒有更多投資的風險或者倒閉的風險，所以這個還是說你這個要有這個要有一個不變的一個信念，要穩定的信念，你才有一個從能量上來說哈，你才有往前努力的100%的能量，對不對？你特別喜歡你要做的這個事業啊，你拼命往前努力，你的方向也正確，而且也有動力呀，對吧？對，師父說的這個特別好，就是這個小琪他現在他有一個困惑，師父他說他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他就一直沒找着，因為他正在讀大學即將畢業嘛哈，你在選專科的時候，難道是一種巧合嗎？最後沒人選你才選了嗎？不像去在地上買那個便宜貨那樣的，對不對？不管蘿蔔白菜，反正便宜嘛，就抓住蘿蔔算蘿蔔，抓住白菜算白菜。選職業的時候，選學科的時候，你選了一個說你比較適應和喜歡的一種工作嘛。對，至少他這樣才能讀下來。對，其實師父我也就想講這一點哈，就好多人可能他選了這個專業，他後來發現他也不是多麼的喜歡。咱們好多跟師父來請教來學習的年輕人也是問師父嘛，說師父問他你喜歡什麼？我喜歡唱歌，或者我喜歡那個彈鋼琴，一門樂器哈。但是那有的時候師父就會指導說，你這個喜歡的呢，可以作為一個業餘的愛好，但是你去安身立命的這個專業的選擇呢，可能還要符合現實的需要哈。比如看的有的小伙子，其實他就適合做 IT 啊，做科研這個方面的；有的女孩子呢，她適合做經營管理這個方面的哈。他們很多孩子還是聽從了師父的這個建議哈，現在畢業之後也都挺好。所以有的時候就想跟年輕孩子講，就是說，並不是說你去喜歡什麼才去幹什麼，它不一定能夠真正成為你的那個人生的目標和價值。就是以前我們要經常說愛一行幹一行，還有一些人叫幹一行愛一行。就是小琪也是，他既然有了這個專業哈，我們還不知道他學什麼的，他說我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我相信他可能不是太喜歡他的這個專業，但是沒關係，你就幹一行愛一行，你就從這個專業裡邊呢去找跟這個相關的工作哈，找到之後的話，然後就接上師父剛才給你的這些建議，就說你有一個堅持的精神啊，一直往前的這個精神，不是靠聰明安身立命的，而是靠堅持，靠這一些內在的素質去安身立命的。有一天你總是能夠打拼出來的，所以先跟小琪有一個這個建議，就是說，你真不知道自己喜歡幹什麼的時候也沒有關係，你先去幹一行的過程之中去愛上它，然後去把這個事情做好，在這個其中呢就會發現機遇的，也會發現自己的特長。說得好。其實我們聽的那些古人也好，還是當代的一些富豪也好哈，其實他在成為一個真正的富人和知名人士之前，有很多時候他出於謀生，對吧？你像有很多在過去高考的一些，那是過去考狀元那個時期哈，就是他考到吧，人都快老了，他才高8斗，但是一上皇宮考試就抖，是吧？心就慌，隨着年齡越來越大越慌。還有呢，最後不敢把家裡去要錢了，過去又沒有現在刷卡這麼方便，對不對？
那家裡有地有糧食，你要卖它变成银子拿回来也需要时间，对不对？所以有很多考生哈，就干脆住在京城不走，幹嘛呢？有时候给人算卦，或者替人抄寫书信，或者有人专門替人写诉状，但是他的目的他要考状元，他帮人幹这些活呢，就是為了掙個錢謀生，他不想發財，因為他的目的是更高的，我拿這個成為臨時我養肚子養命的一個小職業，臨時職業，對不對？但是你比如說你替人寫信，替人寫這個訴狀，你不用心行嗎？對不對？你還收着人家的錢的話，你真給人寫得好，希望他這個官司能打贏，人家都會感謝你。所以你幹一行還愛一行，別幹好呀。對。那麼像小琪這個年齡哈，一畢業出來之後23、24歲，是不是啊？如果你不選擇方向的話，一耽誤就是1年。現在這個時間過得可快了哈，這1年過去，你到了24到25了，所以你看，隨着年齡越來越大，你還沒有收入呢。你看你媽養你不容易哈，她也不是個富人。那這個時候你呢，要回報你的媽媽，因為你父親去世早嘛。越是這樣一個寡婦哈，後來雖然再嫁了哈，她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那你就得去報答孝敬你的媽媽。那這個時候你沒有讓你這個發昏的這個時間，對不對？所以你可以真不知道要幹啥的話，我告訴你一個方法，就有一種方法叫排除法。你上網上搜索各種可能的職業，你全都寫出来，就能做成小紙片把它剪下來。比如說這是電腦，這是財務，這是保安，裁縫，你都寫出來，最後用排除法。有沒有剩1、2個說我對這個還是有興趣的？而且你必須要有對1、2個行業要有興趣，否則你的人生变成病態了。如果對啥都沒有興趣的人，是什麼原因呢？是下病了嗎？是對自己不負責任啊。咱不要說偉大理想哈，還有你喜不喜歡哪個行業，就是為了謀生，你要看你能幹啥。以你的文化程度，你是我覺得他是偏文科哈，偏文科的，你比如說將來你可以攻讀律師，你不能成為律師，你是成為律師行之中哈，高級的秘書的話都是不得了的，那薪水都很高。这攻读法律就靠你學了，就靠你死记硬背這個法律，所以有很多東西啊，就是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就是你有沒有對自己對你媽媽負責任。那麼還有一個哈，那你也告訴我你現在有男朋友了哈，但是如果你僅僅是一個年輕女孩一個姿色，就是年輕青春嘛哈，但是你就是一個花瓶，接下來你又沒工作又沒職業，你這3年以後你會怎麼樣嗎？你會變成純家庭婦女，你都不敢去工作，你都不敢見陌生人，不知道怎麼說話，這樣你也會失去你的男朋友或者是丈夫，因為他看了你3年之後說原來你是這麼一個蠢材啊，就是個繡花瓶是吧？內在那麼空蕩蕩，啥都沒有，你的美麗立刻美麗的感覺還不如一件漂亮的衣服值錢呢，這就不值錢了。在當今換男女朋友換的這麼頻率很高的這個時代嘛，對不對？所以如果這個對方男孩還算能幹的話，他一定會拋下一個不能幹的女孩所以你要有那種魅力的話，你還是要先去看自己能幹什麼，先去幹，先去謀生。就是如果你有個比較高尚的理想哈，你當然离真實現不了，但是騎着驢找馬呀，你的目的是騎上一個高頭大馬，但是沒有馬的時候有驢騎也不錯吧，對不對？所以你一下找不到你的偉大的理想，你可以找到一個謀生的能吃飯的工作呀，因為這是一個人的責任啊。你真的愛你媽，你要有這份責任。說啥都不想幹，我覺得你這個人至少缺乏那一份真正的情感啊。對媽媽的感恩之心也讓我們立刻就生出責任心，立刻要選擇一個我力所能及的能掙錢的一個活一個工作，对不对？你大學畢業你可以補習那些正在讀書的學生啊，
至少這個不是個職業，但至少也是一個能夠產生收入的一個簡單行為嘛，這也挺好的。你看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有很多叫知名的补習老師啊，那可富了都是，所以行行出狀元。所以小琪呢要努力哈，天生我材必有用，找一個你最喜歡幹的事業，天生我材必有用，沒有一個人是白生在這個世間為人一次的，就算是不知道，你自己要尋找到。怎麼尋找啊？是一邊掙錢一邊幹活一邊尋找，是這樣的哈。所以當也許你做着做着覺得，哎，這就是我的使命感，對，是這樣子哈。